我年轻的时候，那时的香港百废待兴，那时候的街头巷尾也有很多快速致富的骗子，他们穿着体面的西装，向那些渴望发财的穷苦工人兜售什么？兜售根本没有黄金的假金矿股份，或者是根本不存在的南洋橡胶园。他们信誓旦旦地告诉你，只要投下100块钱，隔日就能挖出金子，让你成为大富翁。现在呢，时代变了，科技进步了，但人性的愚蠢和贪婪却一点都没有改变。如今的骗子不再卖金矿了，他们卖的是什么？是各种所谓的在线财富自由课程，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加密货币，是号称能自动帮你交易赚钱的 AI 机器人。蠢事依旧在人间上演，只是换了更华丽、更高科技的包装而已。让我告诉你一个极其残酷的真相，你一定要把它刻在脑子里，甚至当作传家宝传给你的子孙。在金融世界里，如果一个赚钱的机会听起来毫不费力、轻松无比，那100%是一个为你精心准备的死亡陷阱。财富从来就没有捷径可走，这世上唯一可靠的致富方式，就是靠着你持有优质的资产，像盖房子一样，一砖一瓦的流着汗水与耐心去慢慢累积。你必须去持有那些能在你晚上睡觉打呼，甚至在你生病住院的时候依然在真实运作，为你赚钱的生产性资产。而要做到这一点，你需要3样极其稀缺的东西：洞悉资本的眼光、超乎常人的耐心，以及极度反人性的自律。这3样东西，大多数现代人一样都不具备。他们宁愿相信魔法，也不愿意相信算术。讽刺的是什么呢？这个世界上最简单、最有效、最不会骗人的被动收入策略，其实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明明白白地摆了100多年了。它没有藏在什么秘密的保险箱里，也没有写在只有顶级富豪才能看到的秘籍里，它就大拉拉地摆在每个人的眼前。但是大多数的普通投资者，要么是太心急了，想在3个月内换大房子，要么是太贪婪了，想要每年50%的超高报酬，要么就是太容易被外界的新闻和各种理财大师的噪音分心。总之，他们就是无法好好的去运用这个100年的真理。这个真相到底是什么？其实简单的让人难以置信。你根本不需要每周甚至每天盯着荧幕去频繁交易，你不需要去搞懂那些连发明者自己都搞不清的复杂金融衍生品，你不需要去炒作某个国家的房地产，也不需要去追逐什么元宇宙、人工智能的花俏噱头。你真正需要做的，只是去拥有一部分真正创造利润的实体企业，然后这也是最难的一步，别自己挡自己的路。这就是我这辈子都在实践的被动收入哲学。它一点都不性感，它不能让你一夜暴富，你也没办法用它去拍什么炫耀的短影片。但它有一个任何投机倒把都比不上的优点，它能持续的、可预测地，像数学定律一样精准的为你运作。当我说真正创造利润的企业时，我指的不是那些靠烧投资人钱来画大饼的科技新创公司，我指的是那些卖牙膏、卖电力、卖日常食物、提供通讯服务或者药品的公司。你仔细想想，无论往后是谁当总统，无论美国联准会宣布升息还是降息，无论外面是在打仗还是和平，普通老百姓早上起来是不是还要刷牙？是不是还要开灯？是不是还要吃东西？是不是还要打电话给家人？他们都会去买这些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做生意这么多年，一直偏爱那些提供基础服务的企业，比如电力、水务、日常零售，像屈臣氏和电讯基础设施。你想想看，人们会因为银行的利率上升了2个百分点，就决定不洗澡、不喝水、不去超市买米了吗？绝对不会。这就是人性，这就是商业的底层逻辑。只要人类社会还在运转，这些企业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现金流。为什么这世界上99%的人永远无法建立起真正的被动收入？因为他们从骨子里就误解了“被动”这2个字的真正含义。在普通人的字典里，他们以为被动就是把钱往某个地方一扔，然后撒手不管，天天去打高尔夫球，等着钱从天上掉下来，大错特错。
在投资的世界里，真正的被动意味着一种极高境界的有纪律的冷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当市场大跌，新闻里全都是恐慌报道，磅礴世界末日即将来临，或者当市场大涨，你身边的邻居都在炫耀自己买妖股赚了多少钱的时候，当什么都不做才是唯一正确选择的时候，你得有那种定力，有那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勇气，去什么都不做。朋友们，这比听起来要难上10000倍。让时光倒流回1970年代，或者回想一下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再或者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那时候恐慌就像一头野兽，疯狂地摧毁着普通人银行账户里的储蓄和信心。投资者惊慌失措，每个人都在拼命的交易，试图比别人更聪明，试图找到一个能避险的灵丹妙药。整个金融市场就像一个着火的马戏团，乱成一团。那时候真正聪明的人在干什么？我们没有去抢购投机品，也没有去炒作什么热门概念，我们只是安安静静的以一个合理的甚至被严重低估的价格买下了那些能够在风暴后依然存活的好企业。然后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把手揣在口袋里，持有了他们几十年。真正的被动收入就是这样在血雨腥风中诞生的。它不是靠你天天盯盘的行动换来的，而是靠你咬紧牙关的坚持的力量熬出来的。投资的重点从来就不是你要拥有几百种五花八门的理财产品，而是你要在足够长的时间里拥有那几个对的东西。人这一辈子其实真的不需要天天做决策，你一生中只需要做对屈指可数的几个正确决定，就足以让你和你的家族致富了。但前提是你必须像躲避瘟疫一样，避开那些会摧毁复利的愚蠢决定。每过10年，这个市场上就会涌现出新一代的年轻人，他们意气风发，以为自己比老一辈聪明，以为自己终于发现了财富的捷径。于是他们像飞蛾扑火一样涌向那些投机标的网络科技股、虚拟货币，各种莫名其妙的阴阳股，什么来钱快，他们就玩什么。然后呢，金融世界的地心引力总会发挥作用。一场股灾下来，那些建立在沙滩上的所谓的被动收入，一夜之间就灰飞烟灭，蒸发得无影无踪。而与此同时，那些安静的少数人，那些被嘲笑为老古董的沉闷而耐心的投资者，他们在干嘛？他们依然在年复一年地稳稳当当地收取着优质企业发给他们的股息。他们拿到股息后不去挥霍，而是再次投资买入更多的股份，让复利的雪球继续滚动，直到未来的某一天，他们早上醒来，伸个懒腰，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彻底财务自由了。这个过程里没有绚丽的烟火，没有惊心动魄的戏剧冲突，没有跌宕起伏的逆袭故事，只有最冰冷的数学算术和最无情的时间流逝。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想要一个最简单、最不会出错的被动收入策略，我现在就告诉你这个大道至简的秘诀。第一，花的比赚的少，严格控制你的消费欲望。第二，买进那些定期支付你现金回报的优质公司股份。第三，将所有的收入股息毫不犹豫地再投资进去。第四，一直重复这个过程，直到这个财富的雪球自己滚动起来，大到你再也不用为钱发愁。最重要的一条铁律，永远不要去中断这个复利的过程，除非你脑袋里长了肿瘤，失去了理智，或者你真的发现了一个100年难遇的更好主意。而相信我，普通人这辈子是不会遇到这种主意的。就这么简单，没有什么10步财富自由的虚假课程，没有什么华尔街不外传的秘密算法，这里面只有小学生都能看懂的算术题，以及对你人性性情的极致考验。当下的问题从来就不在于人们不知道什么是有效的，这个道理大家都懂。真正的问题在于，人们根本无法忍受执行这个策略过程中的极度无聊。人是需要刺激的动物，普通人渴望刺激，他们喜欢在股市里追逐那些闪闪发光的新鲜事物。他们心里想的是，我要在5年内赚到1000万，而不是我要在30年后优雅地老去。所以
他们注定会失败。如果你承认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从统计学上来看，99%的人都是普通人，那么你在投资战场上最好的生存策略，绝对不是去拼智商，表现得比别人更聪明。你的策略应该是表现得比那些疯狂的群众更理性，让别人在赌场里尽情去赌博吧，让他们去追涨杀跌吧。你只需要安安静静的死死抱住你的生产性资产，让伟大的时间把你表面上的懒惰一点一滴的复利成庞大的财富。所以老朋友们，给普通投资者最简单的被动收入策略确实存在，它的名字叫做耐心，而这恰恰是当今金融界甚至整个社会里最稀缺的商品。经常有人跑来问我，李先生，我真的想要建立被动收入，但我只是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第一步。我总是笑着告诉他们，你的第一步就是走过去，把电视机里的财经新闻频道关掉。投资这门手艺，一半的功夫在于你要学会避开外界的杂音，而另一半更难的功夫在于你要学会避开你自己的人性弱点。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必须得做点什么，见鬼了。他们总以为财富是来自于频繁的活动、频繁的交易、对未来的预测，或者是拼命去追逐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大事件。但投资从来就不讲究动作的多少，它只讲究判断力的准确与否。而一个真正好的判断力，通常意味着你要做的更少，而不是更多。当我们在布局商业帝国的时候，我们绝对不是每年都在像无头苍蝇一样追逐10个新的热门点子。我们一年到头只是在苦苦寻找那1、2个显而易见、有着绝对道理的好想法。这个想法必须简单到什么程度？简单到连一个精疲力尽的老头子，在吃完午餐昏昏欲睡的时候，都能一眼看懂。这才是被动收入最纯粹的真谛。拥有一家在你晚上睡觉时依然在生产赚钱的公司，并且这家公司是由一群诚实且不是白痴的人在经营。在被动收入的这条路上，你真正需要付出的工作，绝对不是每天在计算机前敲击键盘进行买卖交易。你真正的工作是保持冷静、理性的独立思考，是你在面对市场上无数个诱惑时，坚定地说了99次不之后，才在最确定的那一刻说一次是的那种克制力。那才是真正的劳动，那是心智的劳动，是灵魂的修行。可惜大多数人根本不愿意做这种心智上的苦工，因为这在表面上看起来感觉就像是什么都没做，这会让他们产生强烈的焦虑感。你要明白，当你选对了投资标的时，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都会来帮你推动复利。而当你选错了去投机的时候，你每天再怎么充满热情的盯盘画线，也救不了你口袋里的钱。有一件极其讽刺的事情，现在的普通投资者花在研究买哪款新智能型手机、比较萤幕亮度和镜头画素上的时间，竟然比他们研究该把毕生积蓄放在哪里的时间还要多得多。他们会为了一只手机看几10个评测影片，但一谈到买股票，他们却会随便听信邻居在晚餐桌上随口提到的一个代码，或者听信某个网红的吹嘘，就把几10万砸进去。老朋友们，那根本不叫投资，那是拿一张插嘴的餐巾纸当作尽职调查报告，然后跑到赌场里去蒙眼下注的赌博。为什么普通投资者无法接受这种买入好公司然后什么都不做的简单策略？因为他们觉得这太简单了，简单到显得自己不够精明。他们以为这种被动就是单纯的懒惰，其实他们只说对了一半。这确实是一种懒惰，但这是一种需要极强纪律约束的懒惰，是一种为了让时间去完成它的伟大工作而强行按下暂停键的耐心。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复利是世界的第8大奇迹，他可不是在开玩笑。但你要知道，启动复利这个奇迹的关键钥匙，从来就不是你的智商或知识渊博，而是你的克制力。你必须死死地抗拒住那种想要修改交易、想要优化投资组合的冲动。我常说一句话，每次你忍不住去碰你的投资组合，
你就是在热情地邀请愚蠢坐上你的主位。股票市场的存在，它最底层的运作逻辑是什么？它就是一个巨大的财富转移机器，专门负责将资金从那些没有耐心的人的口袋里，无情地转移到有耐心的人的口袋里。这句话虽然不是我发明的，但在我漫长的一生中，我亲眼见证了它成真了无数次。它简直准确的可以被当作物理学的定律。让我们来谈谈那个比通货膨胀、比政府的税收、比残酷的熊市加起来还要摧毁更多家庭财富的绝症。这个绝症的名字叫做干预过度操作。普通投资者就是无法抗拒那种想要去摆弄账户的冲动。他们一睁眼就打开手机，看到涨了就想获利了结，看到跌了就吓得停损出场。他们不断地调整、修改、重新平衡。他们以为这种频繁的活动就代表着自己掌控了局势，但残酷的现实是，你的每一次点击、每一笔交易、每一次看似聪明的调整，都在默默地吸干你的血。手续费、交易税、资本利得税。更糟糕的是，频繁操作带来的严重情绪创伤。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日复一日微小而持续的摆弄中，到底损失了多少潜在的巨额财富。这种财富的流失，就像隐藏在木屋柱子里的白蚁，你平时根本注意不到它在啃食，直到暴风雨来临，整个屋子轰然倒塌。如果你真的想要被动收入，请记住我这句忠告：千万别把你的投资组合当成一只需要每天抚摸、每天喂食的宠物。它不需要你每天的关注，它真正需要的是安静的时间。把你的投资组合想象成一块用来洗澡的肥皂，你把它拿在手里搓揉的越多，它消失的就越快。这就是被动收入领域最巨大的讽刺：你做的越少，你赚的反而越多。但在这背后，你需要极其强大的心智纪律，才能逼迫自己去做得更少。而在这世界上，纪律永远比智力更稀缺。如果你问我这个世界上最真实的被动收入长什么样子，我会坚定地告诉你，它绝不是你在网络上看到的那些教你开频道的广告，它不是计算机里那些虚无缥缈的加密货币矿场，也不是你买了一套老破小，天天为了漏水和收租跟房客吵架的所谓自动运作的出租房产。真正的被动收入是实实在在的股息支票。那张小小的纸片，或者现在手机银行里的一笔入账通知，代表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最神圣的一种契约精神。这意味着你从一家根本不需要你亲自去批准，不需要你每天去打卡上班就能高效运作的庞大企业中，合法的分得了一杯羹，一笔纯粹的利润。当我年轻时第一次真正理解了股息的威力时，我瞬间顿悟了财富游戏的终极目标，根本不是在股市里低买高卖去赚取快速的差价，而是去拥有一个即使你什么都不做，也能持续为你吐出真金白银的系统。一家优秀的配息公司，它根本不在乎你现在是在床上睡大觉，是在海边钓鱼，还是在医院里看病。只要这家公司的员工在努力工作，产品在赚钱，你就在跟着赚钱。这是我这辈子唯一深深信任的被动致富方式。普通投资者永远无法理解的一个深层逻辑是，被动收入的质量不在于你此时此刻收到了多少钱，而在于20年后，当你七老八十的时候，你收到的这笔钱有多么可靠。一家好的配息公司就像一座属于你的果园，冬天来了，天气很冷，树上光秃秃的没有果子，你会因为觉得这果树现在没用，就把它砍了当柴烧吗？绝对不会。你会耐心地等待春天，你会给它浇水施肥，只要树根还在，它每个季节都会按时结出果实报答你。这就是股息的作用。当你拿到股息，不把它花掉，而是用来买入更多的股份再投资时，就相当于你把结出来的果实剥开，把种子又种回了土里，变成了一棵新的果树。几十年后，最终你会拥有整整一座庞大的果园，而你却不需要再亲手去种下任何一颗种子。这个过程慢吗？很慢。无聊吗？
极度沉闷，但这就是人类发明过的最完美、最美丽的复利机器。但是，即便是这么简单、透明的股息概念，很多人还是会把它搞砸。他们是怎么搞砸的？他们像飞蛾扑火一样，盲目的去追逐那些超高殖利率的股票，结果直接飞进了毁灭的火坑。很多老年人看到某家听都没听过的不知名公司打出广告承诺每年发放10%甚至15%的股息，眼睛就亮了，心想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听我一句劝，以我近100年的经商和投资经验来看，在金融市场里，超高殖利率通常是极高风险，穿上了一件伪善的慷慨外衣。一家需要用10%的高息来吸引你的企业，往往意味着它的内部已经没有什么成长和复利的空间了。它很可能只是在玩文字游戏，甚至是在透支未来，把你的本金当作利息还给你，给你制造一种有收入的假象。等到本金耗尽，股价崩盘，你连哭都找不到地方。你真正应该追求的不是股息诱惑，而是股息成长。一家每年安安静静的连续几十年不断提高每股派息金额的企业，我们称之为股息贵族，比那些刚开始给你极高回报，随后就倒闭的妖股要可靠10000倍。他们才是你晚年生活最好的盟友。这听起来毫无魅力，毫无刺激感，但这就是最可靠的商业常识。要知道，不是所有股息都一样。有些公司配息是因为他们成熟了，产生的现金比能有效再投资的还多。其他公司配息是因为管理层不知道拿钱怎么办，甚至为了迎合短视的股东而举债派息。你要的是第一种。那些配息给你是因为他们在生意上太成功了，不得不这么做的公司。一旦你找到他们，你唯一的工作就是比任何人都更忠诚的持有。在1999年，当所有人都陶醉于网络科技的梦想时，人们嘲笑那些老派的配息股，称他们是婴儿潮世代的遗物。然后泡沫破了，你猜怎么着？那些无聊的公司持续寄支票来。你不是靠聪明战胜通膨或衰退，你靠的是耐力。一家能在战争、通膨或金融恐慌中持续增加股息的公司，是长期投资者的终极盟友。这才是最真实意义的被动收入。不是赌博，而是从社会日常活动中流出的现实的现金。而这里还有一个点睛之笔，你甚至不需要自己去千辛万苦地挑选它们，买一个包含那些连续25年以上持续提高支付的公司的指数基金，就能做得很好。让傻瓜追逐趋势去吧，你只要持续收取再投资复利，因为永不睡觉的股息最终会超越每一个追逐下个热潮的创业家。什么是被动收入的终极状态？就是当你持有那些优质的生产性资产足够长的时间后，他们每年产生的收益开始远远超过你自己辛辛苦苦打工赚来的钱，甚至完全取代了你出卖劳力生存的需要。这是人类文明中关于延迟满足最纯粹、最极致的形式。记得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在塑料厂当学徒，每天起早贪黑，流得满身是汗，在机器轰鸣声中干10几个小时，才赚到极其微薄的薪水。那叫什么？那叫主动收入。那需要消耗你的肌肉、体力和时间。你一旦停止劳动，收入就立刻停止。后来，当我积累了资本，买下了优质的资产和公司，并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将每一笔分发下来的利润再次投入进去时，那就叫被动收入。赚取主动收入，你需要的是强壮的肌肉和辛勤的汗水；而赚取被动收入，你唯一需要的就是保证自己不要当个白痴，不要瞎折腾。听到这里，你可能会在心里反驳我：可是李先生啊，现在的世界跟你们那个年代不一样了啊！现在有严重的通货膨胀，有各种金融泡沫，外面还有各种地缘冲突，现在太危险了。老朋友们，让我用近100年的阅历来告诉你，这个世界一直都不一样，但也一直都一样充满危机。1950年代的时候，我们每天都在担心局势动荡，那种焦虑不比现在少。1974年石油危机爆发的时候，
全球经济陷入停滞，股市暴跌，哀鸿遍野。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全球经济差点崩溃，许多百年投行瞬间倒闭。然而结果呢？在每一次看似世界末日的恐慌中，当早晨的太阳再度升起的时候，人们是不是依然要起床刷牙？是不是依然要吃早餐？心情不好的时候，是不是依然会去买点好吃的安慰自己？只要人性不变，基本的生存需求就不会变。如果你手里握着的正是那些制造并销售这些日常必需品的企业股份，或者提供基础服务的资产，那么无论外界风吹雨打，你的收入就会像涓涓细流一样持续不断的进账。这就是资本市场最核心的真相，去拥有那些能持久对抗时间的东西。如果你觉得挑选个别公司太难了，完全没问题，你可以选择去买指数基金，那相当于你买下了整个市场里最赚钱的一批公司。然后你要做什么？放着不动，死死地捂住它。一个真正好的被动收入策略根本不需要你是个拥有绝顶智商的天才，它需要的是一种顽固的理性，是一种在金融风暴的狂风骤雨中，在外界媒体的嘈杂噪音中，在周围亲戚朋友的愚蠢建议中，依然能够死死抱住优质资产的定力。你不需要会算命，不需要预测未来才能赢，你只需要做到一件事，避免成为那个每次看到报纸头条的吓人新闻就吓得把自己的未来贱卖掉的傻瓜。作为一个投资者，你这辈子唯一该做的核心工作就是清晰的思考，在价格合理时谨慎的买进，然后等得比这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要久。除此之外的所有频繁操作都只是毫无意义的动作，而不是向前迈进的进步。我这辈子认识过无数绝顶聪明的人，他们毕业于世界顶尖的名牌大学，他们能流利地背诵出财报上的每一个财务比率，他们能建立极其复杂的数学模型，但是他们最终依然在投资市场里亏得倾家荡产。为什么？因为他们无法掌控自己的性情，他们把忙碌误认为了智慧，他们以为大脑转得快就代表投资做得好。与此同时，我见过很多学历不高，甚至连财务报表都不太会看的普通老百姓，他们只是默默地在低位买入了优质的配息资产，然后像个憨厚的农夫一样把证明锁在抽屉里，彻底远离市场的杂音，几十年如一日地把拿到的分红再去买入。最终这些普通人拥有了比那些金融精英多得多的真实财富，而且他们活得无比轻松，血压正常，没有压力。这中间的巨大鸿沟根本不在于金融知识的多少，而在于行为的自控力。你看，被动收入真正的终极秘密，其实并不在于你到底投资了哪一家具体的公司，而在于谁能持续不断的毫不动摇的投资下去。如果你能控制住自己时时刻刻想要操作的冲动，你这辈子就已经注定能胜过市场上90%的投资者了。如果你控制不住，那你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最终就会沦为去资助那些有耐心的人的丰厚奖金。市场有一种极其残酷的幽默感，它总是把最丰厚的奖励颁发给那些最不需要外界给予情绪安慰、最耐得住寂寞的人。所以每当有年轻人来请教我，我都告诉他们，别老想着去战胜市场，比市场聪明，你就安静的等它就好。因为在这个游戏里，你等得越久，数学的胜率就越会向你倾斜，而你的情绪就越无法跳出来破坏你的计划。耐心听起来是一种被动挨打的状态，但在财富积累的领域，它是最高形式的主动攻击。就像两个顶级的西洋棋大师对弈，他们往往是靠着不要太早移动棋子，不露出破绽而赢得最终的胜利。业余的散户下棋是为了追求吃子的戏剧性快感，而真正的大师下棋是为了建立一种无可撼动的必然性。这就是天天交易和长期拥有的最根本区别。交易关乎的是此时此刻的肾上腺素，而拥有关乎的是你未来几十年的家族命运。我们买下了一部分资本主义的精华，然后永远不去干扰它，
我们只是单纯的去分享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所带来的生产红利。当你买入一档广泛的指数基金，买入一篮子股息贵族，或者买下一套地段优良且租给了可靠房客的资产时，你本质上是在向这个世界宣告：我深深的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一定会继续繁衍，他们会继续刷牙，继续吃早餐，继续付房租。没错，这不是什么高深的哲学，这就是最接地气的现实。你根本不需要对那些西装革履的分析师有信心，你只需要对人类日复一日的消费习惯有信心就足够了。而人类的习惯几百年来几乎从未改变过，在经历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无聊与耐心之后，你的生命中会迎来一个无比奇妙的临界点。在那一刻，你会突然发现，你的钱在为你工作时所产生的收益，已经远远超过了你每天早出晚归、辛辛苦苦出卖劳力所赚到的工资。那一刻，你就会深刻地意识到，这场人生的游戏被你彻底翻转了。以前是你被时间追着跑，你是在拿命换钱，而现在时间成了你最忠诚的员工，他日以继夜地在为你打工，而不是在剥削你。可惜的是，这世上90%以上的人永远也熬不到这个临界点，因为他们在时间这个员工刚开始上班的时候就不断地解雇他，他们稍有盈利就急着套现，去追逐下一个看似更赚钱的泡沫，或者一看到报纸上的坏消息就吓得把手里的金鸡母杀了卖肉。他们亲手掐死了下金蛋的鹅，却还在抱怨为什么自己一直受穷。财富的积累就像是慢火炖一锅上好的高汤，它需要上好的食材，需要时间，需要纪律，更需要你愿意把锅盖盖上，推到一边去，放着不管。你不能每隔2分钟就掀开锅盖看一看熟了没有，那样只会让热气散尽，毁了整锅汤的味道。讽刺的是，人只有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才会逐渐看透这个真相。时间一直都是普通人手里唯一也是最强大的真实杠杆。这种杠杆比你去银行借钱炒作的资金杠杆要安全得多，也强大得多。这叫做耐心的杠杆。目标从来就不是我要在短期内暴富，真正的财富目标应该是我要确保我的余生永远不再陷入贫穷的恐惧中。这才是被动收入存在的真正意义。它给你的不是去买豪华游艇的虚荣，而是给你一种深层的安全感，是一种当你面对生活的不公，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时，能够挺直腰板说出我的资产比我还努力赚钱，我不怕的底气与能力。在过去网络泡沫最高峰的时候，每个人都疯狂了，所有人都想在几个月内把资金翻倍。那些狂热的投机者看着我们手里死死抱着的没有科技含量的传统企业，嘲笑我们是跟不上时代的老恐龙。然后泡沫轰然破裂，无数人倾家荡产，从高楼上黯然离开。突然之间，大家发现像我们这样的老恐龙不仅活得好好的，而且手里的现金比以前更多了。这就是理性与耐心的终极回报。你可能无法快速致富，但你绝对会永远富有。致富最难的部分，其实从来不是如何赚到第一桶金开始，而是当你的财富机器开始运作之后所发生的心魔考验。成功有一种非常可怕的副作用，它会让你产生一种错觉，让你误以为自己比实际上要聪明得多。一旦你开始沾沾自喜，相信自己是无所不能的投资神童，坠落就正式开始了。我看过无数次这样的悲剧，一个普通人好不容易建立了一个极其稳固的投资组合，优质公司的股息开始源源不断的涌入，安静的在产生着复利，然后他们变得自作聪明了，他们开始在心里嘀咕，也许我稍微操作一下可以赚得更快更好。于是他们卖掉了那些虽然无聊但一直在默默赚钱的老实企业，把钱拿去买了那些充满刺激和故事的热门标的。他们开始加杠杆，开始试图去优化原本完美的系统。就这样，在他们自己的傲慢与贪婪中，他们亲手把那只会下金蛋的鹅给掐死了，打断了复利，魔法就彻底停止了，而且它不会再回来。
所以，老朋友们，如果你的投资组合现在正在安稳地产生现金流，正在默默地复利，看在上帝的份上，管好你那只想要操作的手，别动它。你的情绪会像魔鬼一样祈求你去干预，你的自负会不断地在你耳边低语，告诉你可以做得更好。你身边那些在牛市里赚了快钱的朋友会向你大肆吹嘘，忽略他们，忽略所有人。他们只是在市场里短暂地租借了一点兴奋感，迟早是要连本带利还回去的。而你是在用实打实的耐心去一次性买断你下半辈子的自由，而透过漫长耐心购买来的自由，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真正重要的财富。如果这篇长篇大论你只能记住一句话，请你把这句话刻在骨子里。在现代社会，致富或许凭点运气很容易，但要保持富有，需要极其强悍的纪律。大多数普通投资者永远学不会这两者的区别。他们总以为被动收入的秘密在于找到那只正确的标的，那个正确的基金，或者某种神乎其技的买卖技巧，根本不是。财富的秘密在于长期持续地保持正确的行为。你不需要比隔壁邻居多出20点的智商，你只需要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比他少做出20个愚蠢的决定，你就赢定了。这套方法有效吗？它一直有效。从上个世纪的大萧条，到经历了无数次战争危机，一直到目下这个充满各种科技幻影的现代金融马戏团，它从未失效过。最后再总结一次这套大道至简的公式：花的比赚的少，买入并拥有生产性企业的股份，将拿到手的每一块钱现金回报再投资进去，直到未来的某个时刻，这些收入本身已经足够支付你所有的生活开销。然后看在上帝的份上，永远别去打断这个数学过程。这就是全部的财富密码。除此之外的任何预测，任何大师的指标，任何创新的金融衍生产品，全都是为了骗取你手续费的噪音。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诱惑你放弃你的耐心。当你老了，头发白了，步履蹒跚的时候，你绝对不想要什么刺激的价格波动，你不想要惊心动魄的金融冒险，你想要的是完完全全的独立。你想要的是每一个早晨醒来，你都清楚地知道自己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你不需要看别人的脸色生活，遇到突发状况时不需要为金钱发愁。这就是被动收入为你买下的终极奢侈品。他买的不是名牌包，不是跑车，而是你晚年的自主权，是知道你的钱在外面拼命工作，而你可以在阳光下安心喝茶的安静的尊严。世界永远会发明出新花样来分散你的注意力。每一代人都坚信自己经历的泡沫这一次不一样，但人性从来没有变过，它进化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科技发展的速度。如果你无法忍受简单，如果你宁愿有创意、刺激的在市场里亏钱，也不愿意无聊、可预测的去赚钱，那请便总要有人去资助那些有耐心的人。但如果你真的听懂了我这番话，如果你愿意为了长远的自由去忍受当下的沉闷，请把这份耐心当作你对未来财富的一份庄严承诺。把这段话分享给你身边那些每天焦虑不堪的家人和朋友们，让他们也清醒清醒。至于我，在这个喧嚣疯狂的世界里，我选择继续无聊下去，因为我知道时间终将带给我最丰厚的报酬。祝各位老朋友都能稳稳当当的守住属于你自己的财富护城河。我们下期见。